这一世我决定不再用12星座决定我的庇护所了啦，我重生了。起初所有人都认为那只是一场普通的大雪，让我卸载掉杨世子。只有我知道极寒末世即将降临。极寒末世3天前，我上网时偶然刷到一个求助帖，亲生女儿联系上了我们，马上要上门了。但我们跟养女感情深厚，不想让她打扰我们一家3口。她觊觎家产，肯定不会轻易离开。有没有体面一点的方式能永远摆脱她，还不会影响到我们？我是重生的，知道3天后极寒末世将至，觉得这个亲生女儿可怜，于是评论了一句，骗她说3天后极寒末世将至，把她送进山洞避难，给够3年物资。贴主点了个赞。第二天，我拖着行李箱来到亲生父母的别墅，刚想开口，他们却一把抓住我的手。叔叔，极寒末世要来了，我们送你去山洞避避。我心下一惊，想到了那篇帖子，试探性地问，爸妈，你们怎么会知道？爸妈对视一眼，语气严肃，叔叔，我们是重生的。听起来荒谬，但爸妈绝不会骗你。时间紧迫，3天后极寒末世就会降临。我心底悄悄松了口气，原来他们也重生了，是我狭隘了。可我转念一想，这跟帖子未免也太巧合了。我再次试探，爸妈不用走，我们就留这里，把别墅改造成堡垒。我话还没说完，爸爸就立刻打断我，我们就不走了，我和你妈都是企业家，必须留下来协助政府做基建，到时候别墅里用来收留那些受灾的人。可重生者最该懂末世的残酷，满心都是活下去，哪还会有心思考虑基建？我压下心底的酸楚，决定再做最后一次确认。我做事往里走。你们不是有个养女吗？那我跟她一起走吧。话音刚落，爸妈瞬间慌了，立马拦住我，异口同声喊，不行。意识到自己失态，妈妈清了清嗓子道，你有所不知，念念从小身娇体弱，必须由我们亲自照顾，留在身边才放心。爸爸也立刻附和，是啊，你别想太多，你是爸妈的亲生女儿，我们肯定拼了命也要让你活下来。他们每说一句，我的心就更沉一分。我要是带着他们的养女走，那这计划就没法实施了。到这一刻，我可以100%确定，我的亲生父母根本不是重生的，而是发帖子的人。上辈子我刚得知亲生父母的消息，极寒末世就来了，所以这次重生，我才赶来找亲生父母，想把末世的消息告诉他们。既然如此，极寒末世真的会降临这个消息，他们也不配知道了。我扯着僵硬的嘴角点头，那我就一个人先去避避吧。爸妈明显松了口气，眼神里是藏不住的庆幸。我又补充道，不过极寒末世会持续很久，我需要提前准备充足的物资才能活下去。明天我准备东西，后天再去山洞。爸妈痛快地应了下来。当天晚上，我再次点开那个帖子，彻底心死了。计划已实施，后天就将他送去山洞。评论区瞬间炸开了锅，哈哈哈哈，笑死了！他不会真傻到相信极寒末世要来了吧？你们真狠得下心啊！这真千金有点可怜，我要是他就不回来了。爸妈立刻回复，语气刻薄，他可怜什么？他不回来还不知道在哪个村子里讨饭呢。他找我们就是想着抢财产，让他去山洞住，又饿不死他，他该感恩戴德才对。我看着屏幕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他们嫌我这个亲生女儿碍眼，特意为我打造了一座极寒末世囚笼，想永远摆脱我。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极寒末世是真的要来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爸爸就告诉我，叔叔，我们已经给你找好了避难山洞，位置隐蔽又安全，等政府基建完成就接你出来。我故作顺从的点点头，行，但我要采购的物资太多，搬进去整理好都需要人手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。秦念突然冲出来，满脸不耐烦地骂道，你自己不会慢慢弄吗？真麻烦。看他这态度，显然他也是知道真相的。我没理会他，只是说，既然如此，那我自己出去找人帮忙吧，大不了多花点钱。爸妈瞬间慌了，他们最怕我接触外人，万一把事情败露出去，影响他们的名声。爸爸连忙拉住我，别，不用找外人，还是自家人更放心。正合我意。接下来一整天，我直接指挥他们一家3口。爸，你开货车去拉钢筋、水泥，把山洞墙壁全部加固一遍。妈，你去附近所有超市买压缩饼干、罐头、饮用水，越多越好。秦念，你去买件厚羽绒服、睡袋和应急药品，必须是抗寒最强的款。3人虽然满心不情愿，但为了尽快把我送走，只能乖乖照做。他们开着3辆货车来回奔波了整整1天，累得气喘吁吁。
浑身是汗，我则是全程监督，绝不放手。我要让他们亲手为我打造一座坚不可摧的避难堡垒，等极寒末世降临，让他们亲眼看着我在里面安稳度日，而他们却连门都进不来。晚上，爸爸正在加固最后一道铁门，洞口的光线渐渐暗了下来。他拍了拍铁门，语气得意：“好了，这下谁也进不去，谁也出不来，底下只留了个小洞。到时候我们给你送物。”我环顾四周，山洞里堆满了物资，压缩饼干堆成了小山，几十个大水桶装满了饮用水，羽绒服、睡袋铺了一地，还有发电机、燃油和常用药品。这座山洞足够我安稳度过3年的极寒末世了。妈妈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这末世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，说不定是一辈子。但你放心，我们来不了，也会让人给你们送物资的。”秦念不耐烦地催促：“行了行了，赶紧走，脏死了。”说完，3人转身就走。没走几步，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，起初只是零星几点，很快就变成了鹅毛大雪，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。秦念惊呼出声，满脸难以置信：“下雪啦！这可是南方啊，这个季节怎么会下这么大的雪？”爸妈也愣住了，眼神里满是困惑。我转身，脚步轻快：“是啊，南方的大雪都来了，极寒末世还会远吗？”出门时，爸爸故意摔碎了我的手机，切断我和外界的联系。我早有准备，背包里还藏着一部备用机。我点开新闻，果然看到了预警推送：未来24小时内，全国将出现断崖式降温，部分南方地区温度可达-15度，请市民立即做好御寒准备。紧接着，我又点开那个帖子，发现发帖人换成了秦燕的口吻：“我那个蠢货姐姐真的相信末世来了，还乖乖去山洞待着了，真好骗。这下没人打扰我们一家3口啦，爸爸妈妈真爱我。”评论区里，有些人在嘲笑我傻，有些人觉得我可怜。秦燕看到同情我的评论，立刻回怼：“谁让他这么不识趣？爸妈这么多年都没去找过他，他还恬不知耻地找上门来，活该。”还有人留言：“南方突然下这么大的雪，该不会真的要极寒末世？”秦燕直接怒怼：“你和他一样，洋柿子看多了，要不然我把你俩一起关进去得了。”我关掉帖子，转身走向山洞深处的一个隐蔽小洞口，是我特意留出来的，这里足够一个人钻出去。重生后，我先是让养父母提前做了准备，我才出发来到秦家。但这里有秦家人亲手打造的堡垒，物资充足，带他们来这里才是最安全的选择。到了养父母家，他们看到我很惊讶，连忙拉我进屋。叔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秦家对你不好吗？爸妈，我来接你们去安全的地方。我简单说了几句，没敢多提，让他们担心，只说要带他们去避难。养父母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就跟我出发了。往山洞走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快到洞口时，我突然瞥见附近有个人影，我连忙拉着养父母躲到一旁的树丛里。仔细一看，竟然是秦念。我心里一惊，他怎么会来这里？难道是看到下雪，真的怀疑极寒末世要来了？我带着养父母绕到后面，钻进了山洞。我压低声音交代：“爸妈，我去看看情况，你们别出声。”我刚往洞口走，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一声，是帖子的更新提醒。我点开一看，瞬间明白了，评论区里都是网友的怂恿。这样多没意思啊！你得把末世是谎言的真相告诉他。没错，还要看着他崩溃、痛哭流涕的样子才爽。不能让他悄无声息地待在山洞里一辈子，得让他知道自己有多蠢，连极寒末世要来了这种谎话都信。我冷笑着收起手机，径直走向洞口。刚一走近，就听见洞外秦念不耐烦的声音：“林叔，你是死了吗？”我冷冷回应：“你有事？”他被我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拍了拍胸脯，又嗤笑道：“林叔，我是来告诉你真相的。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极寒末世，一切都是我和爸妈策划的。山洞是我们特意找的囚笼，就是想让你这辈子都不能缠着我们。”他以为我会痛哭流涕，跪地求他，可我却出乎意料的平静。我知道。秦念不信：“切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我打断他：“极寒末世是真的要来了，就在今晚12点。”秦念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：“呵呵，林叔，你还真是个大蠢货！你们乡下来的果然就是天真，都说了是骗你的，你还不信？爸妈真是多此一举，还给你打造了末世囚笼。就你这种傻子，让你现在去死，你也不会犹豫1秒。”说完，他猖狂的大笑离去。秦念，我已经把实话告诉你了，是你自己不信，怪不得别人。晚上，我和养父母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。爸妈，极寒末世今天晚上12点准时降临，会下密密麻麻的冰雹，你们别怕，我们待在这里，
绝对安全。养父母拉着我的手，眼神坚定。不管什么末世，只要我们一家3口在一起，就什么都不怕。另一边，秦念回到别墅后，立刻更新了帖子。那个蠢货今天还信誓旦旦地告诉我，极寒末世今晚12点降临。我看他真是被我爸妈忽悠傻了。这一次，评论区没有人同情我，全是嘲讽。哈哈哈，才刚进去就出幻觉了。等明天一早你再去一趟，那时候他就会痛哭流涕的求你了。秦念得意的回复：明天我就把评论区给他看，让他知道自己有多蠢。来来来，我替我那个蠢货姐姐倒数，11点59了，还剩最后1分钟。我一次次刷新帖子，看着秦念在评论区里猖狂大笑，看着网友们跟着起哄，我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冷，胸腔跳动的越来越快。极寒末世终于要来了，最后10秒，评论区里出现了整齐的倒数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倒数结束，评论区突然安静了下来，我屏住呼吸，附耳倾听。可10几秒过去了，没有冰雹落下的声音，一切如常。半分钟后，帖子再次热闹起来。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说好的末世呢？来个屁啊！他怕不是个疯子吧？还敢笃定时间，脸都被打肿了。秦念更是嚣张，根本没有什么末世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。这下他该彻底死心，在山洞里待一辈子了吧？山洞里，同样没听到任何动静的养父母一脸紧张地拉着我的手。叔叔，咋回事啊？不是说12点吗？这末世好像没来啊。我没说话，只是凝神听着山洞外的动静。1分钟、2分钟、5分钟过去了，外面没有任何异常，帖子热度还在疯狂攀升，越来越多的人涌进来嘲讽我。哈哈哈，笑不活了！12点早过了，末世呢？是被风吹跑了，还是被太阳晒化了？这人怕不是个疯子吧？还敢精准到12点整。秦念更是在评论区里上蹿下跳。看到没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根本没有末世，那个蠢货就是被我爸妈忽悠傻了。早知道他这么好骗，我当初就不用累死累活去买那些破羽绒服和药品了，随便编个欠债要躲的谎话，他都能傻乎乎的信。还有不少跟风的网友跟着附和，骂我是乡下来的野丫头，痴心妄想认亲的蠢货。养父母在一旁心惊胆战，声音都带着颤音。叔叔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会是你记错时间了吧？真的是今晚吗？我语气笃定。爸妈，我绝不可能记错，肯定就是今晚12点整。话虽如此，我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，难不成是因为我重生的举动改变了末世降临的时间线，出现了偏差？念头刚落，突然轰的一声闷响从山洞外传来，紧接着一阵密集的噼里啪啦声紧随而至，像是有无数硬物砸在铁门上。我心下一惊，立刻凑到铁门旁附耳倾。我猛地转身，一把拉住养父母的手说：爸妈，极寒末世来了，是冰雹，外面下大冰雹了。养父母也瞬间绷紧了神经，仔细一听，果然是冰雹砸击的声响，两人眼睛瞪得圆圆的。原来极寒末世是真的。我哭笑不得，合着他们刚才心里还在怀疑，这一切是我臆想出来的。外面的冰雹声越来越大，隐约还能听到山体滑坡的声音。我立刻拉着养父母退回山洞深处，打开了柴油取暖器。即便山洞外温度在急剧下降，洞内依旧暖烘烘的，丝毫不受影响。我再次点开那个帖子，里面早已没了刚才的嘲讽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恐慌的哀嚎。救命！真的下冰雹了，拳头大的冰雹，我家阳台的玻璃全被砸了。救命啊！我刚才在楼下取快递，亲眼看到2个路人被冰雹砸中脑袋，血都流出来了，人直接倒在地上不动了。我的天，这不是普通的冰雹，这真的是极寒末世要来了吧？秦念还在顽强的挣扎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是末世？不过就是一场冰雹而已，撑几个小时就过去了。你们别被林叔那个蠢货传染了。有人直接贴出了实时拍摄的视频，画面里拳头大的冰雹疯狂落下，汽车被砸得坑坑洼洼，不少树枝被折断，还有人裹着厚衣服在雪地里狂奔。视频下方全是骂秦念的评论。都这样了还嘴硬，你眼睛瞎了吗？等你被冻晕的时候，就知道是不是末世了。秦念还想回怼，可没过多久，他就彻底张狂不起来了，因为短短10几分钟内，温度已经骤降到了零下50。我打开手机，
官方新闻已经开始播报极寒末世的灾情。新闻画面里，城市彻底陷入停滞，变成了一片冰封的废墟。各大超市早已被哄抢一空。目前全国范围内气温均降至零下50度以下，供水供暖全面中断，各类生活物资极度紧缺，全国已正式进入紧急状态。看着这些惨状，养父母忍不住红了眼眶，紧紧攥着我的手，声音哽咽。幸好你提前接我们来这里，不然我们……我拍了拍他们的手背，安抚道：“爸妈，别担心，我们在这里很安全。”而秦念发的那个帖子，热度已经飙升到了全网第1，彻底成了众矢之的。之前嘲笑我的网友们，此刻全都调转枪口，对着秦家破口大骂，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他们身上。真是自作自受！当初你们一家人骂真千金是蠢货，现在知道他没骗你们了吧？极寒末是真的来了。一家子没良心的东西！为了摆脱亲生女儿，竟然编造末世谎言把她送进山洞，结果末世真的来了，这就是赤裸裸的恶有恶报。秦念气得发疯，在评论区里疯狂回怼：“关你们屁事！他就算知道末世又怎么样，还不是个被关在山洞里的蠢货。我们家有钱有房，比他过得好10000倍。”可他的辩解却显得格外可笑。别吹牛了，我就住你家旁边，看到你们家窗户都被冰雹砸烂了，暖气也停了吧？现在知道着急了。还有人嘲讽道：“有钱有房有什么用？现在物资都被抢光了，你有钱也买不到吃的，等着饿死吧。”一连2天过去，极寒不仅没有缓解，反而愈发严重，全球气温持续跌破新低，陷入一片恐慌。秦念的帖子再次更新：“有没有邻居在？我家已经没多少吃的了，暖气也停了，谁能好心给我们送点吃的和取暖物资？求求大家了！我们愿意花钱买。”评论区里全是嘲讽的声音，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援手。谁会冒着零下几10度的严寒给你送物资？嫌命沉默，这就叫恶有恶报，活该！你们不是给真千金准备了3年的物资吗？去山洞找他要啊，说不定他心软，还能给你们一口吃的。还有人精准戳中秦念的痛处，笑死了！当初你要是不跑去挑衅他，不告诉他真相，说不定他还会念点亲情，让你们进去一起躲灾。现在想都别想，是你自己把路走死了。秦念看着这些评论，气得半天说不出话，却又毫无办法。而我和养父母在山洞里过得安稳又惬意，每天用发电机供电取暖，吃着热气腾腾的罐头和压缩饼干。这天一早，我们正吃着早饭，突然洞口传来一阵咚咚咚的砸门声，秦念和爸妈尖利的声音响起：“林叔，你给我出来，快开门！”“叔叔，我们是你爸妈，你快让我们进去！”“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眼睁睁看着我们冻死饿死吗？”我走到洞口，透过门缝往外看，秦念和爸妈浑身裹得严严实实，脸色却苍白如纸，嘴唇青紫，头发和眉毛上都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，显然是走了很长的山路才过来的。“我凭什么让你们进来？”我隔着门，语气冷淡。“凭我们是你爸妈。”爸爸气急败坏地踹了一脚铁门。“我们生了你，你就有义务养我们。现在外面这么冷，你让我们进去躲躲，不然我们会冻死的。”秦念也跟着叫喊，语气十分嚣张。“林叔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快开门！山洞里这么多物资，够我们5个人一起活下去了。你要是不开门，我就喊人来拆了这个山洞。”“喊人？”我冷笑一声。“你觉得现在这种天气，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帮你？”秦念被我对得说不出话。妈妈见状，立刻换了一副嘴脸。“叔叔，妈妈知道错了，之前是我们不对，不该骗你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，让我们进去。我们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，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你，好不好？”“家产？”我嗤笑。现在末世都来了，家产还有什么用？再说了，你们的家产我不稀罕。我顿了顿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还有，你们以为把我送进山洞是你们的主意吗？”秦念和爸妈都是一愣。我继续说道：“当初在网上发帖子问怎么摆脱亲生女儿的人是你们吧？而给你们出主意，让你们骗我说极寒末世来了，把我送进山洞避难的人，其实是我自己。”“什么？”3人脸色骤变，满脸难以置信。爸爸失声喊道：“不可能，怎么会是你？”我嘲讽道：“我也没想到发帖子的人竟然是你们。我本来觉得那个亲生女儿很可怜，想让她有个安全的地方躲末世，没想到那个可怜人竟然就是我自己。你们说这是不是很讽刺？”
得知真相的三人瞬间气急败坏。爸爸从身后的背包里掏出一把锄头，大骂道：“好你个白眼狼，竟然敢算计我们！我今天非要砸开这扇门，把你拖出来冻死不可！”说着，他就举起锄头朝着铁门砸了下去。我却丝毫不慌，这铁门是他们当初按照我的要求用最粗的钢筋和水泥加固的，别说一把锄头，就算是用切割机也得费很大的功夫才能打开。爸爸砸了几下就累得气喘吁吁，他们走了这么远的山路，体力早已透支，再加上天寒地冻，身体早就到了极限。没一会儿，爸爸就支撑不住，整个人瘫倒在雪地里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妈妈和秦念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两人扶着墙壁瑟瑟发抖，连站都站不稳了。我冷冷道：“你们要是现在回头，说不定还能赶在体温彻底降下来之前回到别墅，或许还能救回一条命。要是再在这里耗着，晚了可就真的来不及了。”三人冷哼一声，满是不甘，但身体的极限让他们根本撑不下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一阵稀稀疏疏的脚步声，我透过门缝看去，只见三人互相搀扶着，踉踉跄跄地转身往山下走，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我。养母拍着胸口说：“幸好他们走了，不然我这心里总觉得不安稳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心里却清楚，以秦家人的贪婪和恶毒，他们绝对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。秦家人不仅没罢休，还想出了一个更恶毒的主意。他们开启直播，倒打一耙，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我身上。直播间播标题格外刺眼：极寒末世来临，我的亲姐姐林殊却独吞物资，致全国陷入灾难。我点进去的时候，直播间里已经有10几万人在观看。秦念正声泪俱下的控诉着：“家人们，你们一定要帮我评评理！当初在网上出馊主意，让我爸妈把我林殊送去山洞的人，其实就是他自己。他早就知道极寒末世要来了，但是他却瞒着不告诉任何人。”他顿了顿，但凡他提前透露一点点消息出来，大家也不至于毫无准备，全国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他明明知道极寒末世会来，却只顾着自己活命，还故意让我们全家给他修建避难堡垒，买了整整3年的物资，让他一个人享受。这番话一出，直播间里瞬间炸开了。那些本就情绪崩溃的网友们立刻被点燃了怒火，纷纷在评论区里大骂我知情不报，独吞物资，他怎么能这么自私？我们都在外面冻得要死，他却在山洞里舒舒服服地躲在，凭什么？秦念看着评论区的咒骂，眼底闪过一丝得意。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难受，我也一样。我们给林殊准备了整整3年的物资，那山洞里全是吃的喝的，还有取暖设备，暖和得很。可他却一个人霸占着。这时候，爸妈也走进了镜头，两人脸色苍白。爸爸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当初要不是林殊自己在帖子上回复说，让我们骗他极寒末世要来，把他送去山洞，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么恶毒的办法。可不管怎么样，那些物资都是我们花钱买的，是实打实的东西，现在却全都让他一个人享用了。整个世界都在遭难，可他一个人却在享受，这太过分了。”妈妈也跟着附和：“我们不是想跟他抢物资，只是想让他拿出一部分来分给大家，让更多人能活下去。可他却把我们拒之门外，还骂我们活该。”说着，爸爸还拿出了一份清单，对着镜头展示：“这就是我们给他购买物资和修建山洞的清单，大家可以看看，光压缩饼干就买了500箱，还有几十桶燃油。”网友们看到清单，骂得更凶了：“他竟然有这么多好东西，太可恶了！凭什么让他一个人住能容纳几十人的山洞？把山洞让出来，物资分了。”林殊滚出来！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把物资交出来。我冷笑着看着直播，瞬间就明白了秦家人的心思，他们就想通过直播煽动网友，让他们人来对付我。秦家人则坐收渔翁之利，就算网友们没能闯进山洞，也能毁掉我的名声，让我永远抬不起头。秦念继续添油加醋地说：“我们之前已经去过一次山洞了，可是被他给赶回来了。他还大骂我们，说我们活该，想让全世界的人都死光。我们实在是不敢再去了。”他顿了顿，故作犹豫地说：“如果有不怕危险的家人，我可以把山洞所在的位置告诉你们。不过为了安全，我只能告诉10个人，让你们先去试试。”话刚说完，直播间里就有无数人争先恐后的报名，都想得到山洞的位置，抢占物资。秦念挑选了10个网友，把位置私发了过去。做完这一切，他又对着镜头哭诉：“希望大家能顺利拿到物资，
分给更多有需要的人。到了下午，我就听到山洞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。我透过门缝看去，只见10个穿着厚厚的防寒服的男人正拿着铁锤、撬棍朝着洞口走来。林叔，你给我出来，把山洞让出来！快开门，把物资交出来，不然我们就砸开这扇门，把你扔出去冻死。他们一边叫嚣着，一边拿着工具朝着铁门砸了下去。养父母吓得脸色发白，紧紧抓住我的手。叔叔，该怎么办啊？他们不会真的闯进来吧？我拍了拍他们的手，安抚道：放心，他们绝对闯不进来。这铁门是防弹的，就算是在平常，他们也砸不开。更别说现在冰天雪地的，他们体力消耗得更快。那些人砸了半天，累得气喘吁吁。他们见砸不开门，试图跟我商量。林叔，我们知道你也不容易，但是外面真的太冷了，我们好多人都快饿死了。你把物资分我们一点，我们马上就走，绝不打扰你。我直接拒绝，不可能，这些物资是我用自己的方式换来的，凭什么分给你们？而且你们是被秦念煽动来的，要物资就去找他要。说完，我就不再理会他们的叫嚣，拉着养父母回到了山洞深处。上辈子我和养父母就是因为心软才丢了性命。当时我们藏在农村的地窖里，本来还能靠着少量的物资度过一段时间，结果有一个小女孩跑到地窖门口，哭着求我们收留她，说她的家人都死。我们一时心软，就把她留了下来。可我们万万没想到，那个小女孩是个白眼狼，她偷偷把我们的位置告诉了一群饥饿的人，带着他们冲了进来，霸占了我们的地窖，把我和养父母赶了出去。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被活活冻死了。所以这一世我绝不会重蹈覆辙，绝不会再对任何人心软。不到几分钟，外面的声音就渐渐消失了。那些人走后，秦家人的直播还在继续。秦念看到网友们没能闯进山洞，更加嚣张地咒骂我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，他就是这么冷血无情，大家都那么可怜，求他给一口吃的都不愿意。我冷笑一声，拿出手机也开启了直播。当秦家人和直播间里的网友们看到我的时候，瞬间都愣住了。秦念更是目瞪口呆，指着屏幕大喊：你怎么会有手机还能直播？我早就知道帖子是你们发的，怎么可能不做准备？直播间里的千万网友们瞬间涌了进来，咒骂我：林叔你个自私鬼，把山洞交出来，快把物资分了，不然我们饶不了你。我没有理会这些咒骂，而是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当听完我的亲生父母把我当成了累赘，想用一个虚假的末世谎言把我囚禁在山洞里一辈子时，网友们沉默了。他们说我独吞物资，可这些物资全是他们为了囚禁我亲手给我准备的。他们说我知情不报，可他们当初根本不信末世会来，还把我当成疯子。我就算告诉他们，又有什么用？网友们看完这些证据，转而开始骂起了秦家人。有人问我，那你是怎么知道极寒末是真的要来的？因为我是重生的。我开始安抚网友们，极寒末世会持续3年，但是大家放心，政府的基建工作做得很快，救援行动已经展开了。只要大家乖乖待在家里，再坚持几天，取暖设备就会被陆续供应。那些家里没有取暖设备的人，也会被接到救援舱里去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网友们瞬间振奋起来，开始夸我：谢谢叔叔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原来都是秦家人的错，他们太恶毒了。叔叔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秦家人见情况不妙，立刻在直播间里大喊：林叔你就贱人，你撒谎，你就是故意霸占物资，大家别信他的话。看着镜头里气急败坏的秦念，我冷笑：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闯。我嘲讽道：行啊，秦念，你们一家3口要是不甘心你们亲手打造的避难堡垒被我占着，有本事你们明天一早就来，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奈我何。秦念被我激怒了，冷笑着说：谁怕谁，来就来。我告诉你，林叔，明天你要是不把山洞给让出来，我要你好看。我关掉直播，心跳加速。我之所以敢这么挑衅他们，是因为我知道明天全球气温会突然骤降到零下100度，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嚣张。我很期待着看到秦家人绝望的样子。第二天，直到中午时分，洞外才传来一阵响动。我透过小洞看去，只见秦家一家3口互相搀扶着，踉踉跄跄地走过来。此时的他们比上次来的时候更加狼狈，眼神涣散，显然是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才爬上来的。爸爸虚弱地叫嚣着：林叔，你给我滚出来，快开门，把山洞让给我们。秦念也跟着咒骂：林叔，你个贱人，
快开门，不然我们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你一起垫背。我走到洞口，你们还真是有毅力啊！明知道我绝不会把山洞让出来，竟然还敢来！妈妈喊道：“少废话，这山洞本来就该是我们的，那些物资也是我们买的，你凭什么霸占着？”我轻笑一声：“凭你们亲手把我送进来的，你们费尽心机想把我囚禁在这里，现在却想来抢我的地方，是不是太可笑了？”秦念气得浑身发抖。你别得意，就算你熬过这3年又怎么样？等你出来了，我们随便一句话就能碾死你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。我语气冰冷，可惜你们能不能活到3年后都是个问题。说完，我转身就往山洞深处走。过了几分钟，洞口深处突然传来一阵声响，我心里一惊，猛地起身，就听到山洞深处传来一阵咚咚咚的砸击声。秦家人竟然发现了那个小小的洞口。爸爸举着一把小锤子，快把洞口砸大一点，我们就能进去了。妈妈和秦念在一旁帮忙，用手爬着掉落的石块。我和养父母立刻开始用石块和物资封堵洞口，锤子一下下砸在边缘，洞口被砸得越来越大。秦念透过扩大的洞口看到了我和养父母，眼里闪过一丝疯狂的兴奋，大喊道：“爸妈，快！里面还有2个人，把他们3个都拉出来，这个山洞就是我们的了！”林叔，你个死贱人，这下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！秦念疯狂地大喊：“林叔，我要把你拖出来，扔进雪地里，让你活活冻死！”养父母吓得脸色发白，立刻挡在我的身前。我拍了拍他们的肩膀，给了他们一个安心的眼神。没事的，爸妈，他们进不来。就在这时，突然砸洞口的声音戛然而止，秦家人猖狂的叫喊声也瞬间消失了。整个山洞外一片死寂，即便是在洞内穿着厚厚羽绒服、开着取暖器的我们，也瞬间感觉到了一股深入骨髓的凉意。养母颤抖着嘴唇问我：“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没声音了？”透过扩大的通风口往外看去，眼前的一幕让我们都愣住了。秦家一家3口保持着砸洞口的姿势，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，身体已经被一层厚厚的冰霜覆盖，变成了3具狰狞的冰尸。他们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却再也没有了任何生气。就在刚才，全球气温已经骤降到了-100度，我们立刻把洞口严严实实地封了起来。我打开手机，新闻果然在紧急播报：紧急通知，全球气温已骤降至-100度，极端严寒已造成大量人员死亡，请所有市民务必留在室内，不要外出。看着新闻，我冷笑一声，但凡秦家一家人没有那么多的贪欲，没有那么恶毒，他们此刻或许也能被接到救援舱里，保住一条性命。可他们偏偏要一次次地挑衅我，一次次地想置我于死地，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，纯属咎由自取。我主动联系上了当地的救援人员，愿意跟他们交换物资。工作人员对我们非常感激，还提出要把我们接到救援舱里去。我拒绝了他们的好意，毕竟我们这里很安全，有充足的物资，就不占用救援舱的资源了。接下来的3年里，没有了秦家人，我和养父母在山洞里过着安稳的生活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外面的气温渐渐回升，极寒末世终于迎来了尾声。3年后的春天，专业人员把洞口铁门凿开了，温暖的阳光照射进来，我们3个人都忍不住热泪盈眶。我们终于重见天日了。我走出山洞，一眼就看到了洞口不远处的3具尸体。我没有丝毫同情，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，就转身离开了。这场极寒末世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，却偏偏只有这3个恶毒的人是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恶毒而死。这或许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惩罚。走下山，微风和煦，暖阳洒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，一切都重新回到了正轨。过去的苦难已经彻底结束了。春风裹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，我下意识眯起眼睛。3年冰封的世界终于解冻，脚下的积雪化作潺潺流水，枝头冒出嫩绿新芽，连空气都变得温润清甜。养母紧紧牵着我的手，终于熬出来了。我回握住他们布满薄茧却无比温暖的手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前世惨死在冰天雪地的绝望，今生步步为营的警惕，在这一刻都化作尘埃。那3具早已被冰雪封冻，又被春风侵蚀的模糊的躯体静静躺在原地。我没有回头，也没有半分波澜。他们是恶有恶报，是自己把路走死，不值得我浪费一丝情绪。下山的路上遇到了不少重建家园的幸存者，有人认出了我，眼神里带着敬畏与感激。当初那场直播早已传遍全网，我揭露秦家阴谋，告知末世真相，配合政府救援的事，被很多人记在心里。回到曾经被秦家占据的别墅，早已在天灾中破败不堪，玻璃尽碎，墙体结冰剥落，曾经的奢华化为乌有。我没有丝毫留恋，
直接联系相关部门进行产权处理。这本就不属于我，也不值得我留恋。我用山洞里剩余的物资兑换了一处山脚下带小院的房子，不大，却温暖明亮。院子里可以种菜养花，屋内暖意融融。收拾新家时，养母小心翼翼拿出一个旧相册，里面是我从小到大在乡下的照片。叔叔，以前让你跟着我们吃苦了。我摇摇头，笑着抱住他。有你们在，我从来没吃过苦。真正的苦是明明有血缘关系，却被当成累赘和绊脚石。闲暇时，我会去参与灾后社区的帮助工作，教大家储存物资，搭建简易保暖屋，把前世今生的生存经验分享给更多人。有人劝我趁着名气重新开始，做直播，做博主，过上万众瞩目的生活。我只是淡淡拒绝。经历过生死，我早已明白，最珍贵的从不是名利财富，而是身边真心待你的人，是安稳踏实的每一天，是傍晚回家有热饭热菜。偶尔我也会想起那个改变一切的帖子，想起秦家三口最后的结局，没有恨，没有怨，只有平静。在这场重生与末世里，我真正守住了真心待我的人，护住了安稳的生活。又是一年春暖花开，我和养父母在院子里种下满院鲜花，微风拂过，花香四溢。我轻轻靠在养母肩头，望着满院春光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好好活着，认真生活，对未来最好的承诺。